81年往事，4000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5回命相，铜庭几度喧麻。只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是也。这首词的作者是北宋末年的权相蔡京，据说这是他的绝笔。说蔡京在晚年被宋钦宗流放岭南，一路上颠沛流离，好在有3个宠姬一路陪在他的左右。这仨姑娘，一个姓慕容，一个姓邢，一个姓武，长得都那么好看，称得上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说有这么一天，走着走着，从打汴京来了天使上差，老蔡满心欢喜的以为是皇帝就此赦免了他，颤颤巍巍拨开人群，跟人问了一句：说东京还热吗？来的人很不好意思，递过圣旨说：您自己打开看吧。蔡京呢，打开圣旨，定睛观瞧，好嘛，感情是金国人围了汴京，指名道姓索要他的那3个宠姬。老蔡的心里啊，有100个不愿意，可是又不能抗旨，只能忍痛割爱，看着3个美人哭成泪人。老蔡触景伤情，吟诗一首，说：为爱桃花3树红，年年岁岁惹东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负尊前念老翁。挥别了美人，还得继续赶路。这天一行人走到潭州境内，想要买点吃吃吧，沿途的酒肆、茶楼、餐馆之类的，一听说是太师蔡京，全都不卖给他。多年作恶，终于酿成恶果，老百姓对他呀是恨之入骨，有钱也花不出去。最后呢，这个蔡京就饿死在了潭州的崇教寺，享年81岁。这段故事啊，出自南宋的史料笔记《徽主后录》，但是有人认为以蔡京的身份，万万不至于饿死，因此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蔡京啊，是北宋末年6贼之首，80高龄仍能权倾朝野，宋徽宗昏庸道路上的精神导师，大宋王朝2次重组之前的灵魂人物。徽宗一朝所有在政治上的急剧变动，几乎都和他有关系。这君臣2人是一个在作死，一个在不断的帮忙作死，本来就问题重重，再这么一折腾啊，终于招致北宋覆亡的惨局。蔡京主政的这15年所定下的国事，所引发的问题，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将会作为本期节目的重点探讨内容。那么闲言少叙，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奸相蔡京的故事。蔡京啊，字元长，这是北宋兴化仙游人，今天福建莆田仙游县。他在4岁的时候就能够全文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被誉为神童。这个蔡京在熙宁3年中了进士，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这个起居郎是干什么的呢？简单理解就是在皇帝身边，对皇帝日常行动、颁布命令、国家大事等等事情进行记录的官职。在北宋，起居郎的官职是纵6品，严格来讲呢，这个官职不算太大，但是因为在天子身边行走，很多时候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熙宁变法在这个时候正进行的如火如荼，蔡京呢就跻身变法派。元丰年间升任龙图阁代制，知开封府。到了元佑年间，司马光上台，禁废新法，蔡京呢又摇身一变，成为执行司马光意志的得力人物。元佑8年，高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改元绍圣，变法派又得了势。张敦上台，逐渐执掌大权。这个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凭借着和王安石千丝万缕的联系，蔡京投其所好，积极支持张敦禁复新法，并且对反对派极尽报复。我们从这样一个过程也不难看出，司马光也好，王安石也好，北宋衰败的根源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而是源于不同群体的反复折腾。而这个蔡京呢，就像一只变色龙一样，反复横跳，频繁的变换阵营。元符3年，哲宗死，徽宗继位，向太后和徽宗皇帝调和新旧两党，蔡京劣迹斑斑，被贬到了杭州。这个在上一节有过详细介绍，感兴趣的可以去翻出来看一看。被贬官到杭州期间，蔡京很是郁闷，为官30年，
工作不突出，业绩不突出，腰间盘突出。这么多年他在官场上最大的本领就是特别懂得揣摩领导意图，想领导所想，急领导所急。除此以外，他在书法上的造诣相当之高，到什么程度呢？宋代有4位成就最高的书法家，分别是苏黄米蔡。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里的蔡啊，因为后来蔡京的名声太臭，改成了现在普遍认为的蔡襄。这一点存在一定争议，咱们这里呢不做过多的探讨。那么就在被贬到杭州的期间，有一个人的到来让蔡京牢牢把握住了翻身的机会。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宋徽宗宠信的大宦官童贯。这童贯啊，他是被派到杭州来访求名家书画和各种奇巧之物的。蔡京呢因此极力巴结童贯，并且精心制作了屏障扇带，让童贯带回宫禁，并且多加美言。宋徽宗本来就对蔡京的书法情有独钟，他在还是藩王的时候就曾经不惜重金购买他的墨宝。这下看到蔡京托童贯送来很多好物件，他就更是爱不释手，啧啧称赞，从此就动了重新启用蔡京的念头。说这个朝堂上啊，有一个叫邓寻武的起居郎，善于投机钻营，和蔡京呢私下的关系很好，有意偏袒。当时朝中的宰相啊，分别有韩忠彦、曾布。邓寻武呢就跟宋徽宗说，陛下乃是先帝之子，宰相韩忠彦是韩琦之子，先帝行新法利万民，当时韩琦为相，时常提出非议。如今韩忠彦为相，更改先帝之法，由此看来是韩忠彦能继父制，而陛下却不能。这个人啊，是看准了赵佶这位年轻天子在调和两党上已经心烦意乱，对要不要继承父兄之志举棋不定，因此故意挑拨是非，明里暗里把皇帝往沟里带。这徽宗呢还真就吃这一套，当下就问，依卿看来该如何处理呢？这个邓寻武啊紧接着给出了答案，说陛下如欲继先帝之志，非启用蔡京不可。徽宗啊果然是心有所动，沉默不语。看火候差不多了，这个邓寻武又拿出一幅事先准备好的爱墨祝之图，双手奉上。这个爱墨祝之图啊，它的图上有人名若干，按照宰相、执政、侍从等等官职属性分成了7大类，又以新旧两党将所有人分列左右，左边是新党变法派，右边是旧党员右派。所有人的名字都写得明明白白，唯独左边宰相一栏有一人名被小纸条盖住。徽宗撕开来看，见到是蔡京2字。就是这种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啊，徽宗皇帝偏偏深以为然。这个期间再加上2个宰相啊互相争权，曾布为了排挤韩忠彦，力荐蔡京入朝，内外发力，多方作用。这个蔡京啊终于得以启用，先知定州，不久又转知大名，仅仅1个月又被徽宗提拔为长官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2个月又升任尚书左丞。随后韩忠彦和曾布先后被贬。崇宁元年的7月，蔡京升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已经是权势煊赫的宰相。7个月以后又升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1宰相。北宋末年的党争啊，已经经历了好几波，无数的官员轮番上台，又黯然离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徽宗一朝的几位宰相，比如张敦、韩忠彦、曾布，无一例外都是受到党争影响下了台。到了蔡京这里，党争被终结，不管新党旧党，凡有不同意见者一律下野出局。就在下诏蔡京取代曾布的当天，徽宗把蔡京传到延和殿，问道，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事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说我的父兄都支持新党变法，我想要继承他们的意志，爱卿你有什么看法呢？蔡京啊是当场叩首表态，只说了3个字，愿尽死。两人谈话的第2天，朝廷就下诏宣布禁废元佑之法，同时设立了一个讲义司的机构。
所谓讲义司啊，效仿的是神宗朝的条例司，看上去朝廷要大有作为，可惜的是所用非人。讲义师明着是讲义前朝法度，少数神宗大业，实际上呢，这个机构成了蔡京集团排除异己、陷害忠良的工具。崇宁元年的8月啊，朝廷下诏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不得在京师做官。这21个人大部分已经离世，他们的子弟受到牵连，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然而一场更大的政治清洗即将开始。这年的9月，由蔡京奏请徽宗皇帝，对从打徽宗登基以来上书言事的官员进行了系统性的逐一甄别，将583名官员分成正上、正中、正下、斜下、斜中、斜上、斜上尤甚这么7个等级。甄别的过程全部由蔡京等人私下进行，判断的标准啊就一条：同己为正，异己为邪。评为正上的一共有6位，全部都是抱紧了蔡京大腿的；评为邪等的共计500多位，已死的追夺官职，活着的或被流放或被降官。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因为响应徽宗号召，针对某一问题提出过一些看法。因为当初徽宗曾明确的表示，广泛采纳建议，有用的嘉奖，说错了也不加罪。当初有多开诚布公，现在就有多出尔反尔。比这份500多人协等名单更出名的是几天以后公布的一份只包含了119人的短名单。这个名单里的人啊，大多数是在元佑年间担任过要职，而且呢，其中很多都已经不在人世。这其中包括像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苏辙、范纯仁、黄庭坚、程颐等等名人，还有一些呢最近刚刚为徽宗效力过的，比如任伯宇、陈冠、龚怪等等。由徽宗本人御笔书写奸党名单，然后再命人刻在端礼门的石碑上，用来昭告天下。这就是元佑党籍碑。凡是上榜的人全部在劫难逃，他们不能居住在同一个州，他们的子弟不能进入京城，尤其是一些被贬到特别偏远蛮荒地区的，困顿潦倒，飘零天涯，偕老扶幼，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在以往西宁、元佑、绍圣、元福的历次党争中啊，不管倾向于哪一派，皇帝都没有亲自下场。到宋徽宗这儿来了个大终结，这个政治状态呢，开始完全倾向于以蔡京为首的新党。元佑党籍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蔡京迫害异己的杀手锏，禁锢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历次党争，更远远超越了元佑党人本身。比如张敦、曾布这一些人和元佑党人毫不相干，只是和蔡京政见不合，也都被搂草打兔子，来了个一勺烩。元佑党籍碑啊，一共进行了3次。第一次是刻在了京师端礼门，第2次呢是抄录分送全国各地，第3次是把元佑党人和上书协等者合在了一起，共计309人，要求各州郡加强约束和管理。朝堂上是闹得沸沸扬扬，但是民间百姓对这个事儿啊，明显有着不同看法。说长安有个石匠叫安民，被征调为官府的监党碑刻石，但是安民却拒不从命。是什么能让一个小老百姓敢于公然违抗官府的呢？我们看一下安民自己的解释。他说，我呀是个愚钝的人，不知道立碑的用意，但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全天下都说他是正直的人，今天却说他是奸邪奸党，我实在不忍心刻上他的名字。这个当地的官员听了他的这一番话，当下大怒，要惩治他。安民呢只能说被征调来刻字啊，我不敢推辞，但是请求不要把我的名字刻在石墨，以免获罪于后世。按照当时的习惯，刻碑的人要把名字留在碑文的最后。这个安民这么一个小老百姓，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被列入了元佑党籍的人当中啊，有很多文采飞扬、才高八斗，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影响极为深远的人物。比如黄庭坚。说九江啊有一个碑公名叫李仲宁，机缘巧合认识了黄庭坚。黄庭坚呢还专门给他提了个卓玉坊的匾额。
到了崇宁元间，各地都在征召石匠卑工来给原有党籍碑刻字。这个李仲宁呢，看到名单里边有黄庭坚的名字，就对当地的官员说：“小人我呀，过去家里很穷，只因为刊刻了苏内翰和黄学士的诗词，生意越来越好，一家人才得以解决了温饱。现在让我把他们刻在奸党的石碑上，小人实在是下不去手啊。”当地的官员啊，听了以后很是感慨，说：“想不到在这里竟然能听到如此超凡脱俗的见解。”于是没有责怪他，反而馈赠美酒，答应了他的请求。李仲宁啊是幸运的，而黄庭坚本人则很是倒霉。遭遇将官之后，偶然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大致是说，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如果国家的刑罚施于外，用佛家的思想置于内，相辅相成之下，对国家是大有好处的。这是一篇碑文，有一个叫陈举的官员啊，想在碑文的后面添加自己的名字，蹭一下名人的流量。在被黄庭坚婉拒之后，陈举调转枪口，把黄庭坚给举报了，说他写的文章涉嫌诽谤朝廷。蔡京那伙人呢，正在发愁，没办法罗织罪名，这下正好抓个正着，顺手就把黄庭坚给放逐到了宜州，就是今天广西河池宜州区。到了宜州，又被当地的官员刁难，最后呢，被迫搬到城头已经破败不堪的树楼上栖身。尽管身处低谷，但是黄庭坚啊，仍然读书赋诗，处之泰然。宜州有不少人敬仰他的旷达高洁，慕名前来探访请教，他都尽可能的满足来访者的要求。遗憾的是呢，几个月以后，黄庭坚病逝在了这座树楼之上，享年61岁。政治清洗从来不缺冤案。崇宁2年的4月，徽宗皇帝下诏毁掉吕公著、司马光、吕大房、范纯仁、王延叟等人的画像，又焚毁了苏轼的《东坡集》及其印版。半个月以后，又下诏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3人以及黄庭坚、张磊、超不知、秦观等人的文集悉数焚毁，不准刊刻留步。政治风波啊，从这个时候开始又演变成了文化浩劫。可是天理不泯，公道自在人心。禁毁反而刺激了苏东坡诗词文章的流传，人们私下称呼苏东坡为毗陵先生。士大夫之间，谁要是不会背诵苏东坡的诗词，就会被认为不懂风韵。在宣和年间啊，有这么一位士人，怀里偷偷揣着东坡文集出城，走到城门口，被守城的拦下，一番搜查，那本东坡文集被查获。守城的官员翻看了一下，发现这哥们在书后还特意题诗一首，说：“文星落处天地气，此老已亡无道穷。财力慢超生仲达，功名犹记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尸骨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视上姚公。”说苏东坡死后啊，文星陨落，好比死诸葛吓走了活仲达，姚崇死后仍让政敌心存顾忌。他留下这万卷诗篇，谁来爱惜呢？看来只能让火神啊带上天宫去珍藏了。守城的人看他这首诗写的是情真意切，也佩服他的胆量，没有过多的盘问，就把他给放走了。这个期间同样命运波折的还有司马光主持撰写的《资治通鉴》。由于司马光被划归成了原有党人，所以这部经典啊必须被焚毁，不能留存。刚好有一个人机智的设计加以保护，所幸最终被妥善的保存了下来。这个人呢，就是当时的太学博士陈应忠。这一部《资治通鉴》花费了司马光半生的心血，记载了历代君臣的行为和得失，对后世有着非同一般的启迪意义。《资治通鉴》的书名啊，是神宗皇帝所定，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意思。同时呢，神宗还亲自做了一篇序，赐给了司马光。到了徽宗朝，刚好就是这篇序保住了这部鸿篇巨制。蔡京委托了他的弟弟蔡卞，还有2名党羽薛昂、林淄负责销毁《资治通鉴》。陈应忠在得知以后，专门在给学生们出题的时候援引了神宗写的那篇序文。蔡党的林淄压根就不知道有神宗作序这回事，于是呢就赶忙跑来找陈应忠询问，说这序文
真是神宗给写的吗？陈英忠反问他，说谁敢说这是假的呢？林自觉得还可以再搏一搏，于是又继续说这好像是神宗少年时候写的吧，能算数吗？陈英忠马上反驳说，老兄这话说出来可要当心啊，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终，怎么能有少年成年的区别呢？林自感觉这事儿有点大，马上回去报告给了蔡卞。蔡卞呢，命人把印版秘密的藏了起来，不敢再议论销毁的事儿。资治通鉴就这样躲过了一场浩劫。说朝廷对元佑党人过分打压和禁锢，朝野的舆论都极为不满。徽宗和蔡京感觉到不好收场，于是呢，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崇宁4年9月，他们就借筑城九鼎的时机大赦天下，随后毁掉所有元佑党籍碑。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风波就这样被含含糊糊的遮掩了过去。徽宗一朝的宰相共计13个人，早期有张敦、韩忠彦、曾布、赵挺之，后来呢还有何之忠、张商英、郑居中，再晚一点还有余深、王府、白石中、李邦彦等人。其中只有蔡京4起4落，在宰相的位子上时间累计长达10数年，几乎贯穿了整个徽宗朝。宋徽宗和蔡京这2个人甚至超越了本来君臣的关系，成为了密友和儿女亲家。徽宗的一个女儿茂德帝姬嫁给了蔡京的一个儿子，而且在私下里呢，这徽宗经常是轻车小辇到蔡京家里面去串门。皇帝出行，尤其是出入大臣的府邸，一般情况下都会很隆重，但是到了这哥俩这儿，一切都变得很随意。甚至在蔡京府上，双方会以亲家的礼数相称相待，不用君臣之礼。有时候呢，这个徽宗还会在宫里设宴，邀请并款待蔡京和他的家人，席间还会亲自为蔡京夹菜。除了蔡京本人，徽宗对他的子孙同样给予了特殊照顾。根据史籍记载，蔡京拜相数年，子6人，孙4人，同时为执政侍从。蔡京的6个儿子4个孙子都有官职，而且都是皇帝身边办事的重要职位。按照以往的惯例宰相的子女亲属通常情况下是不能再安排到朝中担任重要职务的。蔡京之前的曾布就是因为要安排自己的亲家担任户部侍郎，结果引起了徽宗的反感，被弹劾下台。但是到了蔡京这儿呢，却可以放任他安排自己的家人做官，由此可见徽宗对蔡京重视到了什么程度。这个蔡京最后都已经80高龄了，仍然被皇帝请出来当宰相，还专门赐给他手诏，其中给蔡京的评价说的是忠冠金石，治安社稷。甚至在宋徽宗的画作中把蔡京也给画了进去。宋徽宗有一幅流传到后世的名画，叫做《听琴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画里面有3个重要人物，中间道士打扮抚琴的是徽宗本人，右手边穿红色衣服的就是蔡京。画面的上方文字是蔡京所题的7言绝句，左下角是宋徽宗天下一人的画押。蔡京这个人在掌权以后专横跋扈，生活极度的奢侈腐化。那么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对他的缺点视而不见，仍然长达10几年的宠信重用他呢？原因有4点。一是2个艺术家之间有共同语言，2是蔡京特别擅长揣摩皇帝的意图，3是蔡京他的亲信众多，第4点就是蔡京本人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和手腕。这个宰相是百官之首，如果说他本人在处理政务方面不具备统领全局的能力的话，皇帝是不可能用他的。那么蔡京的能力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对徽宗皇帝而言蔡京是一名非常高效的行政管理者，他总是能够从大量的问题当中迅速理清头绪，找出其中的重要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建议。这个蔡京曾经多次尝试理顺政府职能，对有效的措施加以推广，比如严正管理。蔡京在掌权期间对推行的改革制定了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各个环节都比之前有更多的检验、收据、担保。又比如教育制度，在扩大
办校的规模、范围、数量的同时，他主持制定了升级和降级的详细规则，分发到每所学校，还刻在了石碑上，以便所有的学生都能够看到。除此以外，蔡京称得上是一位财政管理的奇才。北宋长期以来存在着著名的三冗问题，分别是冗兵、冗官、冗费。三冗是这个王朝富而不强的一大根源。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政府几乎年年都是赤字。到了宋徽宗接班以后呢，我们都知道他的爱好极为广泛，国家需要钱，皇帝更需要钱。在所有大臣里，只有蔡京的理财能力能够满足宋徽宗的胃口。从崇宁3年开始，蔡京着手在财政方面实行改革。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北宋时期的政府已经可以印刷数目众多的信用票据，最著名的就是交子和盐引，这俩都可以被当作是钞票流通。之前呢，这个交子仅限四川使用，盐引只在北方使用。蔡京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用这些票据，从金融上帮助皇帝维持各项开支。他是想尽一切办法扩大交子和盐引的发行范围，并且不再只是局限于某一地区，把超过需求的交子盐引注入实体经济。这种改革让全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央政府，不管是富商大户还是升斗小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被剥了个毛干爪净，人活着，钱没了。从宋徽宗的角度来看呢，政府收入得到显著改善，蔡京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候快速且有效地解决国家的燃眉之急。他看不到的，或者是他故意装作看不到的，是这个政府就像吸血蝙蝠一样，吸走百姓的鲜血，留下的是越来越不值钱的纸质印刷品，同时也给民间制造了剧烈的通货膨胀。人类最早问世的钞票就这样即将变得一文不值，由蔡京主导的极为超前的金融系统也即将面临快速的分崩离析。当北方的金人马踏中原，北宋朝廷已经无力筹集战费，直到灭亡。徽宗和蔡京经常称呼他们的举措是少数，但是并非只是保留或者恢复神宗哲宗时期的政策，在很多方面他们有突破，也有随意更张，好坏不一，各有褒贬。按照清代大儒王夫之的评论，蔡京推崇王安石，复兴新法。可是他所推行的新法比照王安石已经是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矣，天下之苦经者，非其苦安石者也。在蔡京的主导下，徽宗一朝前后20多年，朝政动荡，官员腐败，世风日下。现存的史书也从多方面印证了这一点。比如说蔡京倡导风亨裕大的说法，启迪开发引导了宋徽宗的奢靡之心，从而建艮岳筑九鼎，大兴花石纲。上梁不正下梁歪，徽宗的腐败成了权臣们的榜样，以六贼为首的宠臣们生活上是个顶个的荒淫奢侈，纸醉金迷。咱们还是以蔡京为例，说这个蔡太师平时喜欢吃一种叫做盐豉的美食，用咸盐腌制的一种豉。不过这个豉不是豆豉，而是用黄雀的榛子做成的，就是黄雀的胃。一只黄雀本身就不大，它的胃就更小，腌制成了盐豉以后，就大致有黄豆那么大。蔡京吃这一顿盐豉，就这一道菜，至少需要300只黄雀。说蔡太师平时还喜欢吃蟹黄包，这个包子可不是一般的包子，他的府里有专门的包子团队，这个团队的分工极其细致，到什么程度呢？连切葱丝儿这种活都是专人专项负责。可以想象这个蔡太师的生活奢侈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从现存的史料看到的大多数是蔡京的负面信息，后世的评价也几乎是一边倒的，说他祸国殃民。那么这个人有没有办过什么好事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前面提到的他兴办学校，比如他为弱势群体施行的多项福利措施。从崇宁元年开始，所有的州县接到中央的命令，要求建立安济坊，专门为穷人看病。随后在京师又设立了居养院，为那些无力维持生计的孤寡老幼提供基本的衣食和住所。
到崇宁3年，蔡京又下令设立漏泽坊，专门用来安葬穷人。每块墓地都要详细的记录死者信息，每个墓穴至少要挖3尺深。我们一直说历史不是非黑即白，历史人物啊同样如此。这些福利事业固然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但是也不能排除对当时社会的底层民众存在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举措的背后，应该有至少徽宗和蔡京两人的仔细商讨。两个人在10几年间关系亲密，但并不是从始至终都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啊，君臣相知的格局也发生了动摇。崇宁5年正月，有彗星出现了在了天上。星象变化在古代啊，经常被用来审视朝政得失以及上天预警。因此宋徽宗下诏毁掉元佑党籍碑，同时呢将蔡京罢相。1年以后又重新拜其为相，并加封魏国公。大观3年6月，蔡京再次被罢相。在第2次出任宰相的这个期间啊，朝中重臣为蔡京马首是瞻，宋徽宗也比较信任他。但是随着其专权时间加长，日渐跋扈，以及弹劾蔡京大臣越来越多，徽宗的态度有了些许变化，最终将其罢免。政和2年到宣和2年，蔡京第3次拜相。这个期间啊，伴随着宠幸的增加，徽宗对他的猜忌也在加重，先后任命了郑居中、王府等人相制衡。同时呢，宦官所代表的皇权也开始加强。蔡京有感于2次罢相的危机和教训，更加变本加厉，想方设法换取徽宗的欢心和宠幸。此时的朝廷啊，已经百病丛生，极其腐败。宣和2年，蔡京致仕，王府继之为相，主持朝政。宣和6年，距离金军攻破汴京还有2年时间，蔡京第4次做了宰相。此时的蔡京啊，已经年高80，老眼昏花，对权位的贪恋不减当年，实际上早已不堪重任，更没有可能收拾即将灭亡的北宋残局。宣和7年啊，在一片反对声中，蔡京最后一次致仕。这年年底，北方金兵大举南下，宋徽宗慌忙禅位难逃。靖康元年，新皇帝流放蔡京到儋州，流放的途中，蔡京死在了潭州，就是今天的湖南长沙，结束了他饱受诟病的一生。他死后不久，汴京城破，徽钦2帝随着金兵去了东北，并且终死在了北方。蔡京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但是他的聪明啊，多数用在了投机取巧。蔡京呢，是个才华出众的人，在书法方面深得王羲之的笔意，号称当时第一。可是他把他的才华更多用在了谄媚和钻营。他因为聪明、投机、才华、奉迎，博取了徽宗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不管身居怎样的高位，权势怎样滔天，在徽宗面前，蔡京始终只是一个奴才。他手中的权力全部从属并服务于皇权，因此才会极尽所能的对皇帝投其所好。反观徽宗赵佶啊，是风流天子，但不是傀儡皇帝。他重用蔡京，同时也极为猜忌和防范，并且把朝堂政务最后的决定权和宰相的任免权始终牢牢紧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北宋始终没有大臣篡权的一个重要原因。综上所述啊，怂恿徽宗树元佑党籍碑，打压忠贤，禁锢学术，这是蔡京的第一宗罪。怂恿徽宗放纵挥霍，败坏朝纲，纵容子孙贪欲无厌，目无国典，骄奢淫逸，终致宗庙之祸，这是他的第2宗罪。勾结宦官，同贯梁师成，为一己之私狼狈为奸，弃纲废法，这是蔡京的第3宗罪。北宋之灭亡啊，抛开党争纷繁，如果论及个人，宋徽宗责任最大，不可推卸。其次，同样有着不可推脱重大干系的就是蔡京。有那么一天啊，徽宗问到一位名叫侯蒙的大臣，说你觉得蔡京如何呀？侯蒙回答说，使京能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佳？假如他能端正他的心术，假如他能把本事都用到正经地方去，想必是可以和
过去的名臣贤相有的一比的。可是卿本佳人奈何贼，他的过错终究远超过了他的才华。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这是慢聊两宋烟云的第3集。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两宋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